泰国、柬埔寨爆发激战 ，F-16出击炸平柬军营。反俄战线再传捷报，阿塞拜疆逮捕瓦格纳武装成员。以外长突防基辅，美国火速送来援乌礼包。乌夜袭得手，俄后方火海照亮夜空。4架乌军苏27转场罗马尼亚对俄作战。顿涅茨克危局，俄军攻入红军村。第聂伯河左岸前沿阵地再无俄军指挥部。克里米亚大地震，俄巨型弹药库突发剧烈爆炸。俄虚张声势开展7月风暴军演，并发表对欧反制措施。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就很突然，泰国和柬埔寨在24日凌晨交火了，双方军方均表示证实了此事，并指控对方先开火。首先是泰国媒体的报道，泰国皇家陆军表示，7月24日上午约8点20分，驻扎在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的柬埔寨军方突然朝泰国一侧的摩帕基地对面的泰军驻地开火，地点距离塔莫安东寺东侧约200米，泰国士兵不得不反击以自卫。据报告称，在冲突发生前约7点35分左右，泰国特遣队曾发现柬埔寨一方行动异常，不仅听到了有无人机在该区域盘旋，还发现6名全副武装且携带火箭筒的柬埔寨士兵正朝泰国基地前的铁丝网靠近。泰国方面试图通过喊话进行谈判，以避免冲突升级，缓解紧张局势，但柬埔寨军方却突然开火，进而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目前，泰国公共电视台援引素林府官员的消息报道，检方炮弹击中当地村庄，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则证实交火事件属实，但却反过来表示是泰军无故入侵在先，并率先向柬埔寨军队开火，称柬埔寨军队只是依法行使了自卫权。此事过后不到2小时，差不多10时58分，泰方又出动了 F-16战机，摧毁了检方2处军事设施，并表示泰方将关闭与柬埔寨边境的所有口岸。其实泰国、柬埔寨一直以来都有边境争议，泰国指控柬埔寨近来在争议边境地区埋设地雷，造成多名泰军受伤。柬埔寨方面则驳斥这些指控毫无根据，称这些地雷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据扫雷组织统计，其数量达数百万枚。在今年5月28日，柬埔寨和泰国因边境领土争议而发生短暂交火，导致1名柬埔寨士兵死亡。之后，2国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张，开始指责对方挑起了这场冲突。6月7日至6月8日期间，柬埔寨和泰国还因此短暂关闭了边境口岸。到了7月23日，泰国代理总理普坦下令降低泰国与柬埔寨的外交关系等级，不仅召回泰国驻柬埔寨大使，还驱逐了柬埔寨驻泰国大使。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宗松里则于24日凌晨对媒体表示，柬埔寨决定将与泰国的外交关系降至最低级别，并召回驻曼谷的外交人员。目前，柬埔寨已决定将2国交界的翡翠三角地区塔莫安通寺、塔莫安陶寺及塔克拉贝寺4处争议区域提交国际法庭处理。至于后续泰国和柬埔寨的交火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俄乌方面，情况现在是既好又坏。好消息是，反而战线在传捷报，俄罗斯正承受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据 Next 的 A 新闻报道，阿塞拜疆正持续在各领域对俄罗斯施加强硬立场，双方矛盾不断升级。而最新消息显示，阿塞拜疆逮捕了2名参加过俄乌战争的瓦格纳雇佣兵，并指控他们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据披露的信息显示，这2人分别是拉米尔和伊斯马伊尔，都曾在俄罗斯的监狱中服过刑。俄乌战争开始后，他们加入了瓦格纳集团，随即前往乌克兰作战。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发表回应声明。不过稍早时候，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就曾公开表示，将抓捕那些为俄军作战的人。如今看来，阿塞拜疆绝非说那么简单，而他们的突然动手，也让瓦格纳这个沉寂好久的雇佣兵武装重新走进公众视野。2023年夏天，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金突然反水并向莫斯科进发，但仅1天就宣布罢兵。之后，普里戈金在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下，同莫斯科达成和解，但在2个月后突然乘机坠亡。后来，普里戈金时代的瓦格纳武装就被发配边疆，活跃在非洲，但即使如此，也没能逃过乌军的追击。总之，如今的瓦格纳已不再是俄乌战场的主流，但只要参加过战争的，就一直会在基辅的打击名单上。另一个好消息是，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已成功抵达乌克兰基辅，展开正式访问。乌克兰外交部公布了这一点，但并未透露访问细节。不过，萨尔是自2023年2月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别以色列官员。萨尔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以乌关系，以纪念双方共同做出的牺牲。以色列有可能在许多重大项目上与乌克兰合作，毕竟双方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敌人，而且在军事技术方面有很大合作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萨尔访问乌克兰后，
美国第一时间授予了英国宇航系统公司一份价值900万美元的合同。据悉，该合同将用于检查和修复乌军受损的 M2A2 战车，资金则来自乌克兰安全协助倡议。尽管金额不大，但这或许是特朗普第2任期内对乌克兰为数不多的军事援助。其他对乌援助还有拉脱维亚向乌军运送的最新一批1300架的无人机，单价约为1413欧元，目前已累计提供1.2万架无人机，总价值超过1700欧元。立陶宛的民间志愿者则发起代号为 RedRum 的募捐活动，为乌筹款超过440万欧元。他们据此也向乌克兰购买了2000多架无人机，支持向莫斯科发起更大规模的袭击。最后，德国也批准向土耳其出售40架台风战机。我们知道，近来土耳其和莫斯科的竞争正在不断加剧，最经典的莫过于支持阿塞拜疆硬刚俄罗斯。可见，土方的影响力正在进入莫斯科的传统盟友区，俄罗斯正逐渐失去一个又一个盟友。接下来，火力军就要说一些不那么好，甚至有些紧张的坏消息了。空袭方面，俄乌继续进行无人机对攻。7月23日，俄军发射7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击落35架无人机，但仍有19个地点被俄军无人机和其残骸击中，造成损失。随后，乌军发射大量无人机袭击了包括莫斯科、罗斯托夫、克拉斯达诺尔、沃罗涅日、图拉等10个地区，其中罗斯托夫州位于新切尔卡斯克一带的一个俄军火车站、发电站以及电信大楼被乌军无人机击中起火，导致周围交通、电力和通讯受到不小的影响。紧接着，乌军又袭击了当地的米勒罗沃空军机场，并引发了10起爆炸声。此外，还有塔甘罗格空军基地和恩格斯空军基地也均遭到袭击。如之前分析的那样，乌军正对俄罗斯发起常态化的针对性打击，俄军的交通系统和后勤补给受到严重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X 平台流出了一条消息，即乌克兰空军在应对俄军大规模空袭时，4架苏27战机无意进入了罗马尼亚领空。罗马尼亚证实了这一消息，但强调这些飞机并非有意，很快得到控制。这算不算罗马尼亚在为乌克兰提供协助，间接打击俄罗斯呢？如果说空袭方面乌军还能继续保持优势，那陆地战场因为俄罗斯已被逼上绝路，情况变得不容乐观。俄方消息称，俄军的渗透部队已经渗透进红军城市中心，并开始伏击乌军。俄罗斯之春频道称，俄军趁着乌军第155旅换防以及对地面情况的预测不准确之机，已从兹维罗沃深入红军村，同时发布视频说，在舍普琴科，俄军在该村街道伏击了乌军驾驶的车辆，之后用无人机进行了精准打击。从该俄频道的表述看，俄军的目标是打算占据前沿据点，等待增援部队抵达后再实施全面控制。而该消息也得到了乌克兰最大军事群组 Deep State 的证实，说红军村附近的地下室里有很多俄渗透小组活动，兽人正到处乱跑。该群组表示，尽管连续3天乌克兰军方都报告称试图渗透红军村的俄军部队已被摧毁，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现实情况是俄军正不计代价以多支渗透小组的生命来试图打开乌军的防线，进入红军村。基辅独立报则援引在红军村作战的乌军无人机小组的话报道称，俄军部分士兵已经进入该市，不过尚不清楚他们是否成功站稳脚跟，绝好固守。与此同时，顿涅茨克战术集群发言人则报告说，乌军部队目前仍在红军村开展反破坏行动，以求最快速度清除这些残渣。泽连斯基也在第一时间安抚士兵，鼓舞士气。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我收到了总司令谢尔斯基的报告，我们的部队正继续在红军村和其他方向清除俄军。同时称，俄军的战术保持不变，依旧试图利用小规模的部队占领新的阵地。乌军部队正在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侦察并消灭此类地方活动。乌克兰总参谋部则没有对俄军突入红军村这一进展置评，火力军也认为这没必要，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又不是已经拿下红军村。如今的俄军也是困兽之斗，等打光这股仙气，俄军只有失败这一种局面。更何况从地图上看，虽然舍普琴科已经沦为交战区的灰色地带，但大家把时间刻度拉长，你就会发现，自去年8月份乌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将大量主力部队部署到俄罗斯境内后，俄军才集中力量快速向红军城方向推进的。而且在去年12月俄军攻入舍普琴科后，到现在仍被阻击在这一带，未能进一步推进。加上战争研究所23日报道称，俄军虽继续在红军村展开进攻行动，但没有取得确认的进展，因此一时半会儿红军村仍是安全的。当然，这里的情况依旧危机。火力军认为，既然俄军指挥部都已安排俄军渗透小组进入城市作战，那必然是奔着探查乌军在该地防御情报去的。一旦探查结束，必然会对乌军发起大规模袭击。如果火力军所料不差，此时俄军必然正在舍普琴科集结兵力，为之后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另外还有一点，俄军为什么不绕过红军村进行推进？
这是因为红军村坐落在一条重要的补给公路上，这条公路将它与其他军事枢纽连接起来，构成了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地区防御中枢和后勤枢纽。一旦俄军拿下这里，就能切断乌军补给线，可能导致乌军整条防线的崩溃，且俄军还能从这里前出，逼近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等其他城市，有助于尽快实现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从今年6月份开始，俄军突然进攻红军村东部季米特洛夫镇的原因之一。俄军想完成包夹，迫使乌军放弃红军村。除红军村外，其他战线倒是没那么紧张，尤其是乌南，乌军甚至打到这里，俄军快没指挥部了。首先是库尔斯克至苏梅方向，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23日向格鲁什科沃的特乔特基诺发动了进攻，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一名隶属于俄北方部队集团的俄军事博主声称，截至7月23日，大约相当于1个营的朝鲜军队成功抵达了库尔斯克的里尔斯克。该博主称，这支朝鲜部队暂时不会参加作战行动，而是替换在里尔斯克驻守的俄军，让这些俄军去填补前线的空缺。苏梅方向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不甘心败退的俄军仍在打金德拉蒂夫卡的主意，正不断以小步兵群的形式发起进攻。有意思的是，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国防部于7月23日声称，俄军夺取了瓦拉奇涅村，但该报道遭到了俄罗斯自己人的背刺。一位俄军事博主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军队夺取瓦拉沁的报道，声称尽管俄军在瓦拉沁升起了旗帜，但定居点的战斗仍在继续。库皮扬斯克方向7月23日，俄军推进没有丝毫进展。一名在该方向行动的乌克兰无人机团指挥官7月23日表示，该方向俄军资源短缺，只是偶尔会用装甲车发动攻击。但由于俄军进攻目标一直没变，即试图从北部经霍鲁比夫卡和西北经金德拉西夫卡渗透库皮扬斯克，让乌军早早有了准备，次次都能让俄军无功而返。莱曼方向同样如此，作战的一个乌克兰旅发言人表示，该方向俄军的步兵和摩托车数量正在急速减少。目前俄军只敢在深夜动用为数不多的装甲车探查乌克兰的防御。顿涅茨克的其他方向，恰索菲尔防线，据最新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最近的反攻已取得成效，目前正沿着该市西南部的兹拉霍迪街推进。23日战斗中，乌方指挥官称，俄第85摩托化步枪旅在炮兵配合下，向瓦舒基夫卡附近的乌军阵地发起了进攻，但已被打退。而且该指挥官还说，该方向俄军目前只会在白天进攻，而不是仅在能见度降低的黎明和黄昏时进行攻击。这是什么理由？难道俄军资源都已匮乏到让士兵患上了夜盲症吗？南部战场，开源情报报道称，7月23日，乌军向赫尔松左岸的俄军控制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从流出的视频看，俄军的阵地因袭击燃起大火，并且还在快速向周围的森林地带蔓延。俄军基地更是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声，其内的碉堡和掩体都在袭击中被毁，浓烟完全覆盖俄军基地，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但从现场的爆炸程度看，破坏绝不会太小，这应该是近期乌军对赫尔松左岸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打击。如今俄军也难以突破到右岸的乌军控制点。最后，克里米亚方向，据俄新社报道，克里米亚的一座俄军火库因不知名打击发生了剧烈爆炸。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看，克里米亚的上空已经被浓浓的烟雾笼罩。不过因为此前俄军方下令封口，不让报道克里米亚俄军遇袭内容，导致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情况。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回应，但不排除是乌军发起的远程空袭。因为不久前克里米亚附近的梅利托波尔的弹药库才刚遭到乌军的猛烈打击。据英国情报部门统计，自2025年年初以来，俄军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已经损失超过24万名士兵，包括阵亡、受伤、失踪和无法重返前线。俄军平均每月损失超过3.4万人，相当于每天损失超过1100人，这个代价极其高昂。战场之外，俄乌第3轮谈判结束，不出所料，俄罗斯并未展现出诚意，特朗普的施压仍被俄方无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代表团23日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3轮直接谈判，结果谈判持续仅约1个小时，草草收场，所谈成果极其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俄乌双方仅同意继续交换被俘人员，但在停火条件和领导人会面等关键议题上几乎没有进展。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谈判是在特朗普向莫斯科发出50天内达成和平，否则将面临严厉关税的最后通牒后举行。但俄罗斯显然未受影响，仍持续猛烈轰炸乌克兰城市。会后，乌克兰代表团团长乌梅罗夫表示，他也提议在8月底前举行泽连斯基与普京的领导人峰会，并想让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艾多根一同参与。然而该提议遭到俄方的拒绝。其代表梅金斯基回应称，只有在签署协议时，
举行原领导人峰会才合适，意思是只有谈妥，普京才会露面。在唯一的共识上，双方同意完成一项约250名俄军与250名乌军战俘的交换，并计划在近期内再交换至少1200名战俘。对此，泽连斯基表示，通过近期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已有超过1000名乌克兰人获释返国。俄国防部也于23日晚间发布通告称，双方按相关协议再度交换了被俘人员。目前被换回的俄军人员正在白俄罗斯境内接受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尽管双方展现外交姿态，但正如佩斯科夫会前所言，俄乌双方存在根本性矛盾。即便俄军伤亡已突破100万，但普京仍未展现任何妥协迹象，和平前景依旧暗淡。后续情况，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此外，在俄乌会谈当天，俄罗斯海军居然跑出来彰显自己的武力了。综合自由时报、路透社的报道，俄国防部突然表示，俄罗斯在太平洋、北冰洋、波罗的海和里海展开了一项名为“七月风暴”的海军演习。公布的资料显示，俄军将动员超过150艘舰艇以及15000名军事人员参与，时间自7月23日至27日举行。其目的旨在测试舰队对非常规作战、远程武器的使用，以及包括无人系统等先进技术的战备程度。火力军怎么感觉这是在为俄乌第3轮谈判和不断遭受打击的影子舰队撑腰啊？此外，俄罗斯还正面回应了欧盟的制裁措施，即禁止欧洲机构和欧洲国家代表入境。据悉，7月18日，欧盟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第18轮制裁措施。本次制裁力度很大，特别是将俄罗斯石油上限价格从每桶60美元降低至47.6美元，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调整一次，以确保俄石油价格一直处于最低水平。这让俄罗斯十分不爽。经过这几天的考虑，俄罗斯终于发表反制措施。7月22日，俄外交部宣布，为响应欧盟最新制裁措施，将禁止部分欧洲机构和欧洲国家代表入境。俄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是这么说的：5月20日和7月18日，欧盟批准了针对俄罗斯的非法制裁方案，因此俄罗斯方面正在对这些不友好举措做出回应。看看多文艺，非法不友好，总能把自己放在正义的立场上。俄外交部特别指出，目前被禁止进入俄罗斯的欧洲机构、欧盟成员国和参与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一些欧洲国家代表名单已大幅扩大，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执法机构、国家和商业组织的雇员、欧盟成员国公民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民，以及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和组织的人，主张没收俄罗斯资产的人等等。但火力军有个问题，这些欧洲机构和国家代表开战后会去俄罗斯吗？这种反制措施真是毫无意义，也许这仅仅只是为了维护叉叉的面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军一架 VR2 鱼鹰运输机于24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向航空交通管制员发出紧急降落请求，并在日本岩手县花卷市的花卷机场完成迫降。目前，岩手县政府仅透露称，紧急降落是机体故障所致，尚不清楚是否有机组人员受伤。岩手县和日本防卫省东北防卫局正在调查事件详情。而这样的情况并非第一次，本月18日，另有一架美军鱼鹰运输机也曾因机体出现异常，在秋田县北秋田市的大馆能代机场紧急降落。鱼鹰运输机性能虽强，航行速度与续航力分别是 CH-47 的2倍，快3倍，时速约500公里，续航力约2600公里。但自开发以来就问题不断，并相继发生致命事故。日本防卫省迄今均表明，已藉由多次机会确认安全性，当相关安全问题依旧令人担忧。据自由时报报道，为了强化美日澳三边防务合作，并争取巨额军售合约，日本正积极向澳洲推售其最新的最上级护卫舰升级版，且已于堪培拉向欧洲政商领袖进行简报，力图将这款具备隐身、高度自动化的新锐作战舰纳入澳洲庞大的海军现代化计划中。据悉，此次提案由日本防卫装备厅长官石川武主导。他强调，这款升级版护卫舰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作业互通性，设计上能无缝接轨美军现役的导弹和武器系统，称此举将大幅提升日、澳、美3国海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共同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红军村战场是什么看法？是否仍在支持乌克兰？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